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蛋黄酥。先来做豆沙馅儿，200克红豆，700克水，一点点碱面或者小苏打。如果用高压锅煮豆子呢，你不需要提前泡豆子。水开上气之后呢，转小火压25分钟，蒸汽散尽，打开盖子，豆子已经软烂，锅底还留有一些水。稍微放凉一点，放入机器里打碎。炒豆沙不粘锅比较好用，分2次放入油，小火慢炒，让豆沙中的水分蒸发。其实呢，是油取代了水的位置，而且炒过的豆沙会非常的香。炒干一点之后呢，分2次放入黑糖，没有黑糖的话可以用红糖。黑糖的焦香味呢会比红糖更重一些。最后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关火出锅，一共炒了20分钟左右。放凉之后呢，还会变硬一点。放了黑糖，豆沙炒出来颜色比较黑，香味更浓一些。盖上保鲜纸，放凉之后呢，冰箱冷藏。现在我们来和面，也就是水皮、中筋面粉、水、糖，让糖先溶解在水中，放入融化黄油，用刮刀把面团搅拌在一起。现在呢，还不需要上手揉面，盖上盖子醒面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呢，用手甩面团，很快面团就光了。我们继续甩2到3分钟。这个样子其实就可以了，或者呢，再过15分钟回来轻轻的把面团整理一下，面团就会非常光滑。偏软的面团手不沾面粉，这个是非常有效快速的揉面方法。盖上盖子醒面1个小时。我们先来准备馅料，最后做油皮。生的咸鸭蛋冷水下锅，水开后呢，煮8分钟，然后剥皮。水煮是温和的加热方式，蛋黄可以很好的保存油脂，但是蛋黄剥起来比较慢，如果你一次处理几十个、上百个，这个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家庭制作数量比较少，还是可以操作的。你如果用买来的咸蛋黄呢，要小心，有的蛋黄看起来非常漂亮，但是吃起来的口感会粘牙。咸蛋黄是蛋黄酥最主要的味道组成部分啊，如果你不确定它的味道的话呢，制作之前先尝一尝。豆沙已经放凉，分成25克一个的豆沙馅儿，一共称出10个豆沙馅儿。把豆沙压出一个小碗的形状，放入蛋黄，虎口收口。虎口收口的方法，中式点心中非常常用啊。就这一个点心，我们就要用到3次。滚圆，水皮面团醒好，馅料也准备就绪。我们现在开始做油皮。如果你选用猪油的话，它起酥效果比较好，而且操作起来比较容易。如果你不用猪油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油脂。起酥油或者酥油，听名字你就知道它的起酥效果应该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它是人造氢化油，对身体没啥好处，我们就不考虑了。剩下几种常见的油脂，首先是椰子油，它是固态油，起酥效果也不错，而且会有淡淡的椰子香味儿，你可以用椰子油起酥。然后是最普通的蔬菜油，
可以用，也能起酥分层。但是常温下呢，它是液态，也就是说酥皮点心做好之后，这个油还是以液体形式存在于酥皮之间的，比固态油少了一点点酥脆的感觉。最后是普通的无盐黄油，常温下它也是固态，但是呢，它有2个问题，我们边做边讲吧。第一，黄油里有 15% 的水，油皮里含水是不利于起酥分层的。我们通过加热的方式蒸发黄油里的水分，使它变成无水黄油。开小火慢慢加热，黄油融化之后呢，1-2分钟就好。你看这个时候呢，黄油已经变轻了。稍微放凉一点点，放入面粉，中筋、低筋都可以。第二呢，黄油的软硬程度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。室温高的话呢，黄油比较软，水皮和油皮呢可以保持一样的软硬程度，比较容易操作。但是呢，如果室温比较低，黄油会变硬，它不利于操作。我家室温是21摄氏度，油皮会变硬，所以呢，我把油皮的制作留在了最后一步，而且动作要快一点。面团已经醒好，可以拉出薄膜。整理成方形，也分为10份。拿一个小面团，扯开，光面朝下，包入油皮，虎口收口。按顺序放好，拿出第一个做好的小面团，案板上撒薄薄的干粉，光面朝下，压平，擀开。第一次擀的不需要特别大，折起，换一个方向，擀长，再折2次。3乘3得9， 9层就够了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做3乘4， 12层。有的人做酥皮点心分层不是很好，所以他就拼命的加层数。其实做这种薄的酥皮点心层数不需要多，层数太多了反而会使水皮和油皮混合起来。另外呢，选用折的方法或者卷的方法可能是看个人的习惯，卷的方法比较容易上手，会更快一点。折的方法呢，酥皮的层次分布会更均匀一些。也是按照顺序放好，拿出第一个。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感觉黄油变硬了。黄油变硬之后呢，会出现破酥的问题，或者不容易擀开。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，都不要紧，你继续操作。还是光面朝下，4个角捏进去，压扁，擀平，拿起来，朝下放的那个光面是你酥皮点心的表面，放入馅料，先把口朝下收口，再次转过来的时候呢，基本已经封口了。第3次用虎口收口的方法，点心就包好了。整理一下形状，取2个鸡蛋的蛋黄，打散。刷在点心的表面，刷到刚刚过半。全部刷完之后呢，刷第2层，第2层就在上面轻轻的点一点蛋黄就好，然后用手指蘸水，蘸一些黑芝麻，压到蛋黄酥的上面。如果你想要表面蛋黄花纹裂开的样子你要等表面蛋黄干了之后呢，再放到烤箱里。
烤的时候呢，面皮会稍微膨胀，就把花纹撑裂了。如果不想要表面的蛋黄花纹裂开呢，蛋黄刷厚一点，然后马上进入预热好的烤箱，蛋黄跟着表皮一起膨胀，就不会裂开了。这个表面的蛋黄已经放干了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375华氏度或者190摄氏度烤18到20分钟。烤好了，这是蛋黄花纹裂开的样子，下面的颜色也刚刚好。切开，刀切下去的时候呢，你看到酥皮点心外面掉了很多渣子。打开看看，咸蛋黄已经开始出油了。用黑糖慢慢炒出来的红豆沙味道非常甜美。你再看最外面的酥皮，非常清晰的层次，而且是薄薄的、均匀一致的裹在豆沙馅的外面。既然是酥皮点心，那么酥的掉渣是必须的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